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美股呢，目前处在35000点附近，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高位的位置。我们看到前高就在35679点，那么当前点位在前高附近。那么行情当中，我们已经见证了2轮的日线级别反弹西游。这2轮日线级别反弹西游呢，在行情当中突破34000点之后，就构成了反转。那么在反转过程当中，目前面临前高，正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那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出现15分钟级别到小时线级别的调整过程。那么这个调整过程呢，正在进行当中。但在多头方向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八节阳线和目前的沙僧阳线。那么沙僧阳线之后的行情，我认为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上对于美股来说的唐僧阳线必然会出现。那么如果美股一旦出现新高的话，那么美股的牛市行情就将正式开启。但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走完之后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完之后，正在高位做盘整盘整调节之后震荡完成之后，我认为上方周线级别唐僧阳线很快将会看到。那么随着美股的调整，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连续多日在37000点附近做高位整理震荡。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方向还是略微偏上的。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当前所处的收敛三角形正在不断的接近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方形的区域。我们认为焦点位这个位置附近的这个区域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因此呢，如果美股出现快速调整，那么比特币大概率会回踩一下4小时级别1690均线附近。那这个过程在昨天到今天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下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接近144均线这个位置，黄色线这个位置，但是刚要搭边的时候就快速出现了反弹。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在更细节的一个时间点上，15分钟级别就看到反复围绕36700点这个位置做持续的震荡试探总让你感觉容易跌下去，但是呢，下方事实上是有4小时级别的支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在日线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发生于10月的行情当中。我们知道10月份是比特币月，完成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略做调整。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是由11月15日这根阳线这根阳线就可以叫做新的一轮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完之后，后面的 K 线呢都叫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判断，反复震荡，反复干扰我们对多头的判断。但是呢，目前来看，所有的震荡呢都处在悟空阳线开盘价35388附近的上方运行所以呢，干扰性 K 线再多也逃不过我们悟空阳线的手掌心。那么有了这个悟空阳线通过合并 K 线，悟空阳线组出现之后，上方就存在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在6月份的行情当中，就在周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组悟空阳线组是这个6月份的悟空阳线本身和后面到10月份的这组干扰性 K 线，然后上方有八节阳线，目前周线级别处在沙僧阳线位置上。那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沙僧阳线的高位上出现了连续4周的震荡过程。但是上方对于周线级别来说，我认为仍然有机会走出唐僧阳线，目标点位42000美金，到达22年1月份它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注意看这个筹码密集区是由2部分构成的，分别是22年2月份和21年的6月份这里边筹码密集区呢是一个相对的压力位。那这轮行情以太坊的表现呢一直是很差的，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那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连续的持续缓跌之后，做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急跌过程。那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注意看，我们目前所看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标志性的大阳线，这根阳线出现在11月9日当天，我们看到了以太坊领涨于比特币的一个反弹。
那么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同时，前方是一个焦点位，焦点位对 K 线是具有吸引力作用的。同时，有悟空阳线之后，我们对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是有快速反弹、出现领涨的一个预期的。但是呢，我们也同时看到了悟空阳线走完之后，后面是有干扰性 K 线。干扰性 K 线出现之后，干扰我们对多头的判断。但是有这根悟空阳线存活的情况下，上方就有多头预期。然后我们回头来看以太坊对 USDT 交易对那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目前正处在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由10月9号，就是刚才提到的那根阳线的一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做持续高位震荡，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收敛三角形。目前我们连过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个收敛三角形正在处在一个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容易发生的是缠绕式的变盘过程。我们看到突破假的突破回踩，由于焦点位的吸引力作用回踩下来之后，容易绕行这个焦点，然后在焦点下方反弹上去。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可以低接的位置就是前方形成波谷的这个位置，波谷位置大概是在$1930附近。那这个位置可以去低接，然后我们将见证的是有可能发生的是以太坊绕行焦点出现反弹，那么也可以给出一个区域$1930到$1850这样的一个$100的一个区间，是可以低接以太坊多单的一个位置。然后昨天极端行情是 USDT 引领 LUNC Luna C 和 Luna 出现快速上行。那么重点是看 USTC。那 USTC 呢，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和沙僧阳线。在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我们读凡读书会就知道，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高位我们看到从0.078快速下跌至低点0.0355这个区间呢，我们认为它会有一个做回补、修复、震荡的过程。目前波峰单个的波峰已经出来了，但是波谷呢，我们也可以看到2个点波谷也出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在高位$0.4到$0.04到$0.075附近这样的一个区间做修复性的震荡。修复性震荡结束之后，大概率会回踩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一个144日均线、169均线，然后再选择方向。我认为对于 USTC 来说，后面应该大概率还会有一段行情，因为超级主力在日线级别上快速放量拉高之后锁定筹码那么根据股票的战法，吸锁拉起太阳套杀那么在行情当中锁定筹码之后，未来大概率还会做一系列的动作，但是我们在高位的时候，它需要整理、盘整、消化、做台阶这个过程呢，我们看在前面的10月初的行情当中，10月10号行情当中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快速上行之后，在下一个台阶上大概率也还会重新做这样的结构。因此呢，对于 USTC 的信仰者、持有者、多头看官应该耐心等待它盘整完毕之后然后再考虑一下它的一个获利的空间和止损的位置。然后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在高位运行，所以我们的量化 AI 1号机器人在前几个交易日表现平平原因是我们的 AI 1号机器人是在上涨行情当中获利，在震荡行情当中获利，在下跌反弹当中会获利这3种模型是它的获利模型。但是下跌反弹过程当中，它的获利是最多的因此呢，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和以太坊虽然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行情当中，在上涨的区间当中，但是它没有符合我们量化机器人的最大获利模型。但是最近2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以太坊出现了符合我们量化产品的一个快速下跌和快速反弹的模型之后在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大量账号出现了一个快速有盈利的上涨的一个结构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呢，我们也是有很多账号在排单然后这些新上来的账号纷纷都出现了获利情况，然后之前的老账户在保留之前利润的同时，在今天也是遥遥领先我们 AI 1号机器人呢一直稳定持续获利这个在市场当中是绝无仅有的独一无二的产品因为这个资金呢都是在自己账户上去跑然后获利呢也是在自己这个账户上能看见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